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的百家利，不过这里的人比较常用英文跟马来文来称呼它 Berkeley， 听着是不是非常的有艺术氛围嘞？美国有一家很著名的音乐学院，也是叫做 Berkeley。看到苏珊身后的这一排屋了没有？他们非常的幸福，因为苏珊来到这里的第一站就是要去大家来这里必去的一家西果店。就在对面。一盒是多少？一盒10个。我要10个。苏珊点了他们这里的招牌 cream puff， 一个是80 cent， 一盒有10个，所以是8块钱。第一口，一口咬下去，看起来很像拿来烤的，就是很简单的搭配，面粉，然后里面裹着它的那个 cream。有没有发现，你在马来西亚很多的蛋糕店或者面包店，他们的中文名都叫做西果店。苏珊就蛮好奇西果是什么意思，后来去看了一看，西果店原来跟海南人有关的。就上一次苏珊去海南镇嘛，下一集又找到跟海南有关的事物这样子。以前呢，海南人下南洋来到这里。他们从事比较多的就是跟饮食相关的，然后当时的马来西亚是由这个英国英殖民嘛，我们是英殖民的一个国家，所以海南人他们在做饮食相关的食物就很多跟西方的饮食有关，所以后来马来西亚独立之后，很多的海南人就出来做了相关的产业这样子。有些人就开了咖啡店，所以就有很著名的海南咖啡。但也有一部分的海南人就从事关于面包还有蛋糕的这个行业。西果这个词，它在海南话跟西糕就是糕点的糕，西就是西式嘛，所以加起来是西式糕点。它们的发音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会在马来西亚很多的蛋糕店或者面包店基本上现在都是 fusion 的啦。看到西果这2个词，现在来到第2站，看到满整排的都是美食吗？那么我们选什么？比较有名气的一家啦，大肥面粉糕，走。又是一个比苏珊脸还要大的，这个有加蛋的9块钱。吸取上次的教训，不要加胡椒粉、酱油，先来一口汤。江鱼仔会很香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料。鸡蛋，这是另外加的，加1块钱。面粉糕，有青菜，然后猪肉片。江鱼仔。江鱼仔是面粉糕的灵魂，因为面粉糕的高汤都是用江鱼仔去熬的。还有葱头油，这看起来是自己炸的，有惊喜哦，竟然有猪肝，最爱，香。它的汤头是偏比较重咸一点的。如果你是喜欢淡口味的，因为喜欢吃面粉糕的人他们的口味都比较偏清淡，
所以就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你。可是如果你是口味比较重的，这推荐。这一家的面粉糕啊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它的面粉糕是比较薄的。刚刚苏珊就有看到，他先用机器压过一轮，他再用手去撕。然后苏珊记得苏珊的舅母啊，就是一般上人做面粉糕，他们都是直接用那个面团直接撕碎，厚薄不一。然后面粉糕的口感也偏比较厚。面粉糕如果是用机器压过，它表面就比较光滑；如果手直接撕的话，它是比较粗糙的。顽石，苏珊记得啊，以前苏珊的爸爸如果要打包食物给苏珊，他都会问，你们要麻辣还是面粉糕啊？苏珊听到面粉糕啊是绝对不要吃，一定是点麻辣的，因为苏珊是重口味的人。但是这次苏珊特地来吃面粉糕，如果你在这附近啊，可以来试一试它的面粉糕。如果你在百家丽刚刚吃完主食，然后嘴有一点点的馋，可以来这家百家丽小吃店。走，我们进去。我要2个年糕，2个薄面，2个小水。这里一共12块8。刚刚店家也很贴心，问苏珊你要不要切，苏珊就说好，那就切。先来一块虾饼，虾饼上面的虾子是带壳一起去炸的，然后应该是有放了洋葱，还有青葱。某种意义上啊，苏珊也是吃着大树下美食。炸薄饼。苏珊在吃过鸡蛋版的，然后还有一般版的，现在不懂是第几种了，又收集多一种炸的。炸年糕里面有番薯、年糕，还有芋头。其实啊，苏珊是为了她的年糕才过去的。它的炸年糕啊，里面的番薯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黄色的，一个是紫色的，非常的随机，好像幸运抽奖这样。苏珊就买2个，就刚好一个紫色，一个黄色。它炸年糕是苏珊里面最推荐的，它番薯味哦，非常的香，然后年糕又不会太粘牙，然后刚好这个叫什么？芋头，应该是芋头吧？芋头还是木薯？不确定，反正增加了它的口感，推荐。很想再买多一个，加了辣椒酱的。它的虾饼也不错，也可以买来吃。它的虾饼啊，是苏珊也蛮推荐的，但是年糕还是第1啦，这个就是第2。然后其他的苏珊没有试过，薄饼就看你个人口味。下一道汤圆，苏珊在这里啊就已经闻到它的姜汤跟汤圆的味道了。走。哦，烧啊！这一碗汤圆一共是4块半，里面有2种口味，一个是芝麻馅，还有一个是花生馅。然后老板因为看我是拍视频嘛，所以额外给了3个没有馅料的。远远就闻到这姜的香味啊！先试一口汤。它的姜的汤的香味非常的浓郁。然后刚刚书上看啊，它是有一包的姜的汤，还有应该是红糖另一个，然后就这样子简单的搭配，穿烫这个汤圆。
先来一个里面没有馅料的，非常的汤圆。这个是芝麻馅的，它的芝麻馅抓的甜度是不管是老人小孩都蛮适合的，它不是那种死甜。然后其实汤圆这道食物是非常特别的，苏珊没有想过会有一个人是专门卖汤圆的，因为汤圆它通常是在华人的佳节才会出现，像是元宵或者是中秋节，就是象征团圆的意思。这个是花生馅的，这老板他抓馅料的甜度真的是抓得非常好，难怪非常多人排队。刚刚苏珊拿号码，大概才刚开档而已，5点半开到8点半。苏珊5点半就在这里了，可是已经很多人拿号码，然后苏珊等了大概15分钟就到苏珊了，非常好吃。尤其是下雨天来上一碗姜汤加汤圆是非常暖胃的。刚刚其实有下过雨，现在地面还湿哒哒的。完食，总结这道料理就是非常温暖的一道料理。吃过姜汤过后全身就开始流汗了。苏珊，这道食物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冬天里的那根火柴，温暖。好，我们下一站。不用去到日本，也可以吃日本菜，日本海鲜饭店。其实它是卖福州菜的。苏珊其实以前就经过这里非常多次了，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它是叫日本的？然后它的这个英文的招牌是写 Japan， 应该是福州话里面的日本。走，我们进去。鱼丸，你给我6吗？它一个鱼丸，一个肉圆，你要掺吗？一样3粒3粒。OK， 你给我掺的。马来西亚常见的做法，川烫餐具。红酒面线，福州人在节日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菜肴。福州菜其实苏珊不是很懂苏珊去看了一看，是属于福建的菜系，他们叫闽菜系。然后调料通常是用酒糟，还有虾油，他用虾油来代替，好像是代替食盐，蛮特别的，好吃。苏珊刚刚有了解到，福州菜比较重视的是汤，它有1汤10变的这种说法。这个红酒面线，它的汤确实非常的顺喉，它跟姜的比例抓得很好，可惜它的鸡肉散了一点点，可能炖太久。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配料，这是福州肉丸、福州鱼丸、包菜，然后还有香菇。其实在苏珊的印象中福州菜就只有一样是苏珊记得，就是福州鱼丸。后来他有在那个半个岛拍摄完毕出来过后，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福州光饼苏珊就记得这2道食物而已。先来一口汤，有香菜。这个汤头非常的顺喉，它的咸度也是老少咸宜的。福州鱼丸，它里面是有馅料的，应该是猪肉馅，然后咸口一点的。再来是肉丸，福州肉丸，苏珊是第一次听。这有出乎意料，
比起鱼丸，苏珊更喜欢它的肉丸。它就是用肉碎捏合成的。在这边啊，在这个花园我们是最久的一家了。对，只是我一直好奇为什么日本人，然后是福州菜，然后今天趁机会来看一下。哦，是，你试试看嘛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以前我的表哥啊，他在日本发生，他开的店都是叫日本，然后之前我们跟他开嘛，去了之后啊，他做几点没有生意，他们要做，然后我们自己拿来做啊，又做了连续下来就做了几十年。之前我们这边卖 steamboat 的，现在开始改变福州菜，因为就我们很多福州菜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变成反正改成福州菜，反正一下。你自己是福州人？对，我们是台湾的，我福州来的。台湾的。其实我9岁就在把生了，现在50几岁了，老了，开始老了，看不出50几岁。50出头了。蚵煎在苏珊的家乡啊，鸡蛋糕也是比较常见的一道佳肴。然后它的蚵煎有什么不一样？一般上的蚵煎啊，它是拿鸡蛋还有混合薯粉，应该是，然后就像煎鸡蛋这样子。然后福州的这个海蛎饼呢，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做法，是苏珊喜欢吃的煎蛋，它就是热油非常的多，然后让那个油非常的热，然后再下蛋，它就会炸得好像有一点煎，但是又偏一点点炸，这样子的做法啊，它会让它的鸡蛋非常的脆，然后有一点点像炸的蛋黄，很酥。放了有一点点时间了，可是它的鸡蛋还是酥脆的。福州排骨，它的配料有芋头、西酸菜，还有排骨。它的排骨是抓了面粉过后拿去炸，然后去炒的。它的西酸菜是灵魂，增添了一股西酸菜的风味，就不会很腻。这4道菜啊，它的口味、调味都比较清淡一点点，老少咸宜。也不确定是不是福州菜，它的口味都是这样子的。反正如果你在法生附近想要试福州菜啊，可以来这间餐厅试试看。最后一口，丸石，芋头也是潮州人很爱的一个食材。刚刚苏珊有发现一个彩蛋，老板说他是来自石雕湾的福州人，我的辣椒酱也是来自石雕。刚刚一共吃了84块4，苏珊刚刚其实全部点的都是小份的，可是那分量一点都不小，现在非常的饱，感觉刚刚的那个分量啊是可以3到4个人吃的。好了，就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拜拜。